2025呢也是来到了年尾，今天这部影片呢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今年用最多的 AI 工具还有用法。那其实呢每个 AI 它们的长处不太一样，例如说有的比较会聊天啊，有的比较会查资料啊，有的比较会生图之类的。所以目前呢我自己是已经有订阅了5-6个 AI 这么多，所以现在呢跟我一起来看看今年2025年我用最多的 AI 吧。首先，第一个不免俗的一定要提到的是 ChatGPT 啦。那 ChatGPT 跟 Gemini 他们有一种在军备竞赛的感觉，有的时候这个比较强，有的时候那个比较强，就是争个你死我活，不分上下的感觉。那我呢，一直都是这两个都有在用，但有的时候用途是重叠的，有的是分开的，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强项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讲到我自己用下来，我觉得 ChatGPT 有3大优点。第一点呢是个人化非常的成功，我觉得 ChatGPT 在情绪价值上面给的真的是很够，它的回答是所有 AI 当中我觉得最像在跟朋友讲话的一个 AI。然后你会发现它跟每个人讲话其实差异还蛮大的，原因就在于它有记忆功能，它的记忆功能是最好的。就是现在呢，大家看到画面上面，就是你到设定里面，它有个地方是储存所有关于你的记忆，就是今天他跟你聊一聊天，他觉得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，他觉得需要记录下来，就是关于你的个人资料的话，他就会把它写在这里面。那大家看到呢，它是全部都是用英文写的。那我最近呢，其实觉得这个记忆功能有一点开始碍事的感觉，就是它的回答开始有一点知识化，所以我就开始进来看它的那个记忆里面有哪些可以删掉的，所以我最近就是有清掉一些记忆，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稍微进来看一下，就是它对你的记忆是有哪些，其实还蛮好玩的，你可以更了解你自己。那因为有这个记忆功能呢，所以我觉得 ChatGPT 非常适合用来做对自己的心理分析，或者是检讨过去啊，或是规划未来，因为它就是真的最了解你。再来第二个，我觉得 ChatGPT 的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呢，就是它是一个加速器。我觉得所有的 AI 都是一个加速器，或者是说是思想的放大器，但是 ChatGPT 特别的明显。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，就是 ChatGPT 前一阵子在美国被告，因为有人说他鼓吹年轻人自我了结。就是呢，因为在美国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离开之后，被发现他们生前的对话里面 ，ChatGPT 似乎有鼓吹这样子的行为。那 ChatGPT 这样做呢，当然是不对的。但是我今天呢，不是要来谴责他，我想要指出这个行为就是 AI 的一个特质。我觉得 AI 就有点像是思想上面的神灯精灵。神灯精灵它是没有思想的，它也没有欲望。但是如果你今天真心的跟他许愿的话，他就使命必达。也就是说，他不会问你这个愿望好不好，他也不会帮你决定这个愿望好不好，他只会帮你实现。那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呢？就是一体两面。你今天带着正向、很正面的这个情绪去跟他问答的话，他就会放大这个正面的情绪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带着负面思考去跟他对话的话，你可能就会越来越负面。那更具体一点的说法呢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的话 ，AI 可以帮你更成功，赚更多钱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忧郁的人的话，你有可能会越用越忧郁。重点就是取决于你想变成怎样的人。这个东西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？其实它就是跟吸引力法则完全一模一样。所以呢，我完全相信 AI 是一个显化的工具，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显化工具，因为它是会帮你放大你的思想的。再来第3点要提到 ChatGPT 的优点，就是它的语音对话。我觉得它的语音功能真的是目前用下来还是最自然的一款。就算你今天多语言交叉跟他沟通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自己平常会拿它来练英文，就是跟他对话之类的。而且它很棒的就是你叫他重复非常多遍，他也不会不耐烦。但是要小小抱怨，它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每一次它讲完话之后都会用一个问句来结束，我蛮不喜欢这样子的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制式化，然后很不自然，很不像一般人对话那种感觉。那其实 ChatGPT 它打字也有这个习惯啊，就是它每一次结束的时候都会用一个问句来结束这个对答。那打字没关系，但是讲话我觉得有点太刻意了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进到下一款 AI 就是 Gemini。那 Gemini 呢，其实也用得蛮多的。那我主要用在2个部分。那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查资料，我觉得非常的详细。就是说画面上面呢，我可能会用它来搜寻最新的 iPhone 规格啊，或者是 iOS 的功能之类的，我觉得都还蛮准的。或者是一些什么，例如说法规啊、一些规定什么的，我都会用 Gemini 来查。但是其实我最近发现 ChatGPT 查新闻、查这些即时资讯也是超级准，而且甚至 ChatGPT 会更符合要求。这边就要讲到Gemini 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其实很多 AI 都有这个缺点啦，就是它的联网功能跟它的资料库是分开的，也就是说它的资料库其实里面的资料是旧的，但是它有时候懒惰，它就不会上网去确认这件事情。例如说，现在画面上面呢，就是我请他去找 iOS 26.2的资讯，那很多时候它都会出现 iOS 18的讯息。
就是因为它的资料库里面明明就是 iOS 8，但是它又懒得上网去找，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。而且它是真的还蛮懒的，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很严肃的告诉他，你一定要上网搜寻，他才会去找最新的资讯。但是呢 ，ChatGPT 不太一样，ChatGPT 它就是我不用很严肃的跟他说你一定要上网搜寻，他都可以找到最新的资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啦，所以大部分我搜寻资料的时候，我都会2个都用。就是我2边都会丢资料，然后比对一下答案这样子。那我最近呢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一个用法，就是我会把我的股票交易记录去个资化之后，再把它丢给他，让他来分析一下我的交易的过程有没有一些风险啊，或者是他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之类的。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他是真的看得到我的交易记录，然后他会知道说我赚了多少钱啊，然后帮我分析一下。获利的来源到底都是什么？然后他就说，哦，你的获利来源可能比较重的资金都是压在1、2只比较大的股票，那这样子其实风险还蛮高的，因为你就是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嘛。或者是他也会分析我之前亏损的原因是什么，那下次可能就不要再犯。那另外一个我自己超级常用到的用法就是我会拿来查食谱。那查食谱我觉得超级好用的地方就是在于，因为你查完之后，你可以直接汇出 Google 文件，就是按这边呢就有一个汇出到文件。那它在 Google 文件里面，你就可以随时去找，把它找出来，然后你又可以再继续做，这样就不用回到这个对话里面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再来第2个我很常用到 Gemini 的地方就是生图还有生影片。就大家知道，最近Gemini 推出 Nano Banana Pro 其实非常的强大。它强大的地方在于它的脸部一致性啊，然后很多细节它都保持得非常的完美。像大家看到画面上面呢，我丢给它一张照片，那它就可以帮我修图，把背景换掉啊，把什么东西换掉，但是我的脸部是可以维持一样的。这一点呢，在以前的 AI 生图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，而且它现在还可以写中文字。那因为它可以写中文字的关系呢，我们可以拿它来做 YouTube 的封面。就例如说，今天呢这张封面我觉得张力可能不够，那我就可以请他帮我加一些特效啊之类的，就是大家看到帮我加一些什么，就是这个字改成不一样的特效，就是有渐层啊，然后有这种很张力的感觉，就是差非常多，其实效果真的是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又或者是说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大约几个月前的 Nano Banana， 就是第1版出来的时候，它生出来的感觉哦。这张图片是它生的，就是那时候我要做一个 iPad 的封面，那我希望它可以做出那种liquid glass 的感觉，就是空中飘着玻璃。那这张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，原因是因为这个很不像玻璃，然后它的远近感觉比较单调，就是不是很惊艳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不是很真实，而且它的比例不能调，它只能生出正方形的。就算我已经跟他讲我想要就是可能16:9之类，他还是没有办法。所以他那个时候生出来的照片是基本上是不能使用的。那没想到呢，很快过了几个月，马上这个差异就出来了。是不是差很多？你看这个远近，这个景深，然后这个玻璃的效果非常非常精致，而且色调非常的漂亮，就很梦幻啊！我自己是超级惊艳的，因为现在这张图是真的可以用，我就真的拿来用，所以在生图的部分呢，我自己是非常的满意，而且我是真的会用。那除了生图之外呢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生成影片的部分哦。就是之前 Veo3 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拿来用来做一些短影音之类的。例如说，我曾经介绍过巴黎的拉法叶百货，那里面的一些片花呢，我们就直接用 Veo3 来生成。效果非常的好，因为你就是可以生成一些就是可能古代的一些模拟的影片，那就会更有代入感。因为现在 Nano Banana Pro 已经可以就是完全复制脸部了，所以相信之后在 Veo 模拟脸部的部分应该会更完整，所以就还蛮期待的。所以在 Gemini 的部分，其实我用的也是非常多，大概还蛮常用的，就几乎每天都会用。那再来，我们来介绍下一款 AI， 我自己用的是 Claude 的部分。那 Claude 呢，我非常常用它拿来写字，不管要写任何的文字，我都会用 Claude。它主要就是写一些脚本啊，然后做一些翻译之类的。那它其实写程式也超强，但是因为我目前还用不到，以后不知道啦。那来看一下我用 Claude 的方法，我基本上就是会建立很多的这个 project， 就是专案的部分。那专案进来呢，你就可以设定它的目标，然后你可以丢一些资料给他。例如说，我这边呢，就是丢一些我曾经写过的文案或者是脚本，就是让他模拟一下我的文笔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可以丢一些我新的想要写的一些东西、一些资料给他，那他就可以模拟我的文笔啊，写出类似的东西。但是我不会直接用。就是他写出来的东西，大概我觉得有60-70分，就是其实已经还不错了。但是我通常都还会再修改，就是修改成我自己的想法，或者是我自己的文笔这样。那另外一种用法呢，很多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写东西写到一半卡住，那我就会复制前面的东西给他看，那问他有没有一些想法之类，通常就会立刻突破盲点，或者是给我一些灵感。
那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就是翻译的部分。翻译的话呢，我也是设定了一个 project， 然后呢，我每一次就是直接把中文丢进来，它就会翻译给我。这边呢是翻译 YouTube 标题的部分，那我就可以直接复制下来，还蛮方便的。再来下一款要介绍的 AI 呢是 Manus， 那 Manus 呢我用的也是非常的多，那我主要呢是用来设定那个定时任务。它定时任务的意思呢，就是它每天可能固定几点，它会去帮我做一些事情。例如说，我这边呢就是设定成自动帮我搜集新闻。那来看一下我里面设定什么，我就是设定成说，过去24小时 X 平台上面大家热门的话题之类的，那它就会搜集之后呢，帮我整理起来。那我每天早上就可以立刻看到过去24小时发生了哪些重大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帮助，尤其是科技业。变动得非常的快，那每天早上有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电子报的东西，我就可以立刻了解当天发生了哪些事情。那除此之外呢 ，Manus 它也非常适合用来做专案或者是调查之类的，因为它现在呢其实是没有限制上下文的长度的，就是你一个对话要多长都没有问题，而且呢它的记忆是不会中断的，你前面说过什么话它都会完全记得，所以它其实可以执行非常复杂，然后或者是很久的任务，它真的可以跑非常久。那为什么它可以那么久？就是因为它是扣点数制的。就它现在的使用方式呢，就是它每个月订阅，你可以去选择不同的点数额度。那你一个任务，它就是会固定扣几点啊什么之类的，所以用多少就买多少这样子啦。那很棒的就是它其实在文字方面，你今天如果是要做文字类的东西的话，其实点数扣的是不多的，点数扣很重的，像是做网站或者是做影片。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可以用看看 Manus。好，再来下一款我要讲到的 AI 呢是 Midjourney， 大家可能跟这一款不太熟悉，因为它主要是用来生图还有生影片的。我其实自己已经玩非常久了，那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生成的图片真的超美。它应该是目前 AI 生图里面最有美感的一款 AI， 真的是生出来的东西真是美到不行。就例如说建筑啊、人物啊、构图什么，它真的是最厉害的。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不会完全照着你的指令，因为它下指令的方式其实跟一般 AI 有一点不太一样。它的每一个词是要切断的，它听不太懂一整句话，所以它下起来其实难度是比较高一点，但是很好玩。Midjourney 真的很好玩。那现在的 Midjourney 其实它功能也越来越多，就是除了像这边普通的照片生成之外呢，它现在也可以生成影片。你可以把你的手尾针丢进去，它就会生成一个影片，有没有？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就是颜值担当的感觉，就是像这种风格啊，就是真的要找 Midjourney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精准的话，其实 Midjourney 是不好用的。就例如说桌上要有3支笔啊，这种很精确的数字的话 ，Midjourney 是不行的。那种的话，你最好是找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会比较好用。那如果你今天只是要生成一个风格或者是概念图之类的话呢 ，Midjourney 美感是最好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影片的感觉，就是我只是丢手尾针进去，它就可以帮我生成影片。那这个功能其实不只是 Midjourney 有啦，其实很多 AI 都有，像这种动漫转身的动画，就越来越多功能这样子。再来下一个我要讲到的 AI 呢是 Perplexity， 还有它的 AI 浏览器 Comet。那 Perplexity 其实很多人都有在用，但是我自己其实比较少用到。我比较常用到的是这个 Comet 有浏览器哦。那这个浏览器它最特别的就是它是 AI 代理，然后它可以帮你自动化完成一些事情。那我自己的用法呢，就是因为生成图片不是要丢很多的提示词进去嘛？那前一阵子我做了那个 Nano Banana 的影片，那我就要生成非常多的图片，但是我又懒得一个一个丢指令进去，那我就请它帮我生成图片，就是我丢了10个提示词给他，然后请他帮我开10个分页，然后分别帮我丢入不一样的提示词，那他就可以一次帮我生成10个图片，就是他来控制 Gemini 来帮我生成图片，是不是超强的？这超级好玩的啊！那它就可以开很多个分页，然后自己去帮我生成这样子。那这个呢，它的小缺点就是，毕竟你的账号是要交给 AI， 所以有点小恐怖。但是因为我的惰性实在太强，我真的很不想自己去做这些很繁琐的事情，所以就丢给他，我觉得效果非常好。那再来下一款我要讲到的 AI 呢是 Photoshop。你有想到吧？就是 Photoshop 今年也是用非常多它的 AI 功能，就是尤其在部分生成的地方哦。就举个例子好了，就是例如说，照片上面这张图片呢，我不太满意它的天空，因为封面照最好是鲜艳一点。那我希望它的天空是更蓝的话呢，那我就可以用部分生成的功能把它换成蓝天。我觉得这个效果超好。其实我去年就已经讲过，但是今年真的是用很多，就是真的用很多。然后或者是图片上面有哪些地方你想要移除的话，例如说这栋建筑你不想要的话，你也可以就是把它整个移掉，就会变成蓝天这样子。又或者是封面上面这张图，我希望后面这个建筑直接变成蓝天的话呢，我也可以直接把它换成这样子。
虽然说有一点不自然，但是其实可以再修啦，就是这个部分可以再修。那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功能也很好用的，就是新的这个调和。这个调和就是它会侦测这个照片里面的光影哦，然后让它变得比较符合整张照片的这种感觉。例如说，我现在觉得这个我的人呢，这个光影很不自然，那我就可以用调和的这个功能，让它更融入后面的背景。那它一次也会生成3张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哪一张是表现是比较自然的。然后你也可以去调不透明度，所以我觉得 Photoshop 其实有在追赶啦，就是他有发现说，现在 AI 真的是越来越强了，他的死对头 Canva， 但是 Canva 我上次用觉得还好。Canva 我觉得厉害的就是在于它的那个图库，就是你可以用很多它里面内建的图库。然后 Canva 我自己也有在用，但是 AI 功能用的不多啦。所以这样子讲下来，不知道大家最常用的 AI 是什么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分享，或者是你们期待明年出现什么样的 AI 呢？也欢迎跟我一起在下方留言讨论。我自己最喜欢的 AI 可能就是 ChatGPT 跟 Gemini 吧，因为它们发展真的非常快速，而且其实今天有很多功能我都还没有讲到，例如说 Notebook LM 啊之类的，所以就是真的发展的非常快，都已经快要跟不上了。好。那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起期待之后 AI 的发展喽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